职业选手能不能同时打3个普通人。为了消耗职业选手招仓未来的体能，这个黄毛表示要先1对1，然后2对1，最后才3对1。而且居然表示可以不用对自己留手，就使尽全力打就好了。从黄毛现在的表现来看，应该是有练过的，躲闪还是不错。互相换拳被击中。双方同时出前手拳，招仓未来的速度更胜一筹。黄毛经常在换拳中被打中。从这个四周的环境来看啊，这应该是一个小型的拳馆。黄毛前手拳被招仓未来躲掉，招仓未来的速度确实快啊。有人说，在职业选手的眼里啊，所有的人都是慢动作，这种说法看起来也不是没有道理啊。双方换拳，这一波黄毛打的还是不错的。招仓未来前手拳打中，双方现在也是越打越上头，出手也比较重了。现在招仓未来后勾拳、后手直拳，把黄毛逼到擂台边。看得出来，现在黄毛的脚步已经乱了，黄毛现在自乱阵脚，那么只有挨打的份了啊，可能这个体能也是不行了。招仓未来后手摆拳，现在黄毛已经完全破防了，双手抱拳也防不住了。最后一波进攻，然后现在黄毛认输，1对1比赛结束。虽然打输了，但是现场的氛围还是不错的啊。黄毛打完以后立马就提出要2对1，可能就是为了不想让招仓未来休息啊。好，接下来的比赛是2对1，黄毛加小白对付职业选手招仓未来，双方使用的是轮番轰炸啊，就是为了不给招仓未来喘息的机会。这个黄毛这下有点过分了啊，居然把小白拉去当人肉盾牌，有道是双拳难敌4手啊。招仓未来打的还是聪明，且战且退。黄毛怕挨打，又来这一招，把小白给推着顶上去。小白很明显啊，也是有一定的格斗基础，最起码他有一点防守意识啊。黄毛在小白的掩护下，终于打中了几拳，真的为这个小白捏一把汗啊！好在招仓未来是一直在防守他俩的拳头，防的还是不错的啊，没有吃太多拳。现在是1打2，招仓未来稍稍加重了拳头的力度，不然要是不搞定一个，等一下是拿不下了啊，体能会被他们耗完，因为等一下还要1打3嘞。此时的黄毛已经累嗝屁了啊，小白也被招仓未来打倒，黄毛再一次被打倒，小白又站了起来啊，很倔强。换成是我的话，我肯定倒在地上多躺一会儿啊。小白想一想刚才的遭遇，还是放弃了最终的抵抗。但是2打1完败，接下来是3打1啊，看看结果怎么样。比赛一开始，招仓未来先打小白，这个第3个上来的在后面盘旋，不知道在干嘛，胆子这么小，我们就叫他小菜啊，菜鸟的菜。黄毛和小白在前面冲锋陷阵啊，小菜在后面躲来躲去，生怕他们3个人的冲击波冲到自己啊。小菜在找机会啊，看到黄毛被放倒，他立马又退缩了。黄毛真是胆大，居然上去抱招仓未来。小白被放倒，小菜迄今为止啊没有出1拳，小白和黄毛已经被打得人仰马翻了啊，小菜还是躲来躲去。真的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啊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现在你的队友们都已经被 KO 了，我看你怎么办？还能躲得掉吗？爱格斗，爱生活，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，我是你们的小北哥。招仓未来轻轻一个摆拳就把他打倒了。这个男人迈着自信的步伐走向拳台，他是大师兄马克思，他也多次出现在小北哥的视频里。他曾经以1敌3击败了3位踢馆者，也曾经在户外1挑2打败了2位格斗高手。如果你觉得他只会欺负小个子选手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今天我们看2场马克思对阵大块头的比赛。第2场最震撼，对手居然比马克思还要重60公斤。这是今天的第1场比赛，马克思对阵阿尔特姆。现在裁判在讲解规则，这个阿尔特姆的身高比马克思要高很多啊。马克思的身高是1.89米，那么阿尔特姆肯定在1.93米以上。双方的体重都是在130公斤左右，看起来马克思要壮很多啊。好，现在让我们回到比赛，双方都比较谨慎啊。阿尔特姆低扫，
马克思上步前摆拳，阿特姆反击。马克思低扫，哇，这下是又脆又响啊！阿特姆正踢腿，这种超重量级的比赛啊，每一拳每一腿都是非常的重，稍不留神就会产生 KO。马克思上前抱住阿特姆，把阿特姆顶在笼边。马克思施展断头台，哇，马克思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，把阿特姆整个人都提起来了。阿特姆的2个脚已经顶在笼边，阿特姆拍手认输，裁判终止比赛。阿特姆如果不拍手的话，就可能要有危险了。马克思再一次强势赢下比赛。对于这场比赛，阿特姆在赛后的采访中也表示，自己从来没有遇到力量如此强大的对手，也是输得心服口服啊。这是今天的第2场比赛，这是对手丹尼斯·维亚达洛夫，体重达到了190公斤，身高比马克思也要高1.91米。好，现在比赛开始，今天这场比赛是拳击规则，这场绝对是巨兽与巨兽的对碰，力量与力量的对决。这2个选手啊，长得一个个都是虎背熊腰，随便一拳都有 KO 对手的能力。马克思放下双手，做一些挑衅的动作。马克思击服，给丹尼斯打退。丹尼斯上步前摆后直，好，第1回合时间到。好，我们来欣赏一下慢动作，巨兽和巨兽之间的对碰真的是太震撼了。好，现在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相信大家也很难看到啊这种体型的比赛。以前我觉得大师兄马克思的体型已经是封顶了，谁曾想还有一个190公斤的大家伙。好，马克思继续挑衅，丹尼斯连续前直拳，有一拳好像打中了啊。马克思的这个抗击打能力也是比较强啊。而且第2回合时间到，从这个背影看啊，这个丹尼斯的这个体型真的是太恐怖了。第3回合开始，双方现在打得比较激烈啊。丹尼斯想速战速决，一波拿下。双方在擂台边拼拳。马克思勾拳直拳，连续击打丹尼斯的肚子。马克思继续前直后勾，丹尼斯有个读秒，这种拳头啊真的是扛不住啊，就算是190公斤的巨兽也扛不住这样的重拳。第3回合还剩20秒，丹尼斯有点打火了，几个重拳打中马克思的面门。哇，马克思继续挑衅，马克思的抗击打啊真的是太牛了。好，现在第3回合时间到。比赛很快来到第4回合，马克思前手拳打空。这一回合看好像丹尼斯的这个体能有点下降了啊。马克思看准机会连续进攻，继续勾拳击斧。马克思连续勾拳，哇，丹尼斯被击倒。马克思的这一波输出啊，连续性特别强。现在裁判给丹尼斯读秒，看看他能不能起来。最后丹尼斯还是没有缓过来。裁判最终终止比赛，马克思 KO 拿下这场比赛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一下慢镜头。马克思的连续勾拳非常有效，最终马克思击败了比自己重60公斤的丹尼斯。爱格斗爱生活，这里是小北格斗频道，我是你们的小北哥。从这个角度看啊，这个丹尼斯的体型比马克思是大了一圈。看格斗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喜欢小北哥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加转发。下期比赛我们不见不散。今天的这场比赛，如果大家觉得不好看，依然可以到评论区骂我。今天的比赛来自后院格斗 MMA 规则。比赛双方分别是穿着红色短裤的梅德利和这位大胡子选手艾迪。比赛一开始，梅德利就发起了疯狂的进攻，艾迪吃了很多拳，抱头防守。
这个时候，艾迪打了一个精准的后手拳，就是这一拳打得非常漂亮，成功打乱了梅德利的节奏，也为自己争取到了喘息的机会。大家可以看现场的这个场地现在是变得非常的小，只有4米左右，所以今天的比赛注定是一场没有后路的战争。艾迪连续2个前手拳加后直，双方近距离拼拳。梅德利现在是占了身高和臂长的优势，也频繁的用扫踢，而且特别喜欢用高扫。再一次想用高扫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时候的艾迪团队啊，如果有团队的话啊，在旁边应该是有看到了，然后就应该要提醒艾迪要防梅德利的高扫。有的时候团队啊看得非常清楚，因为旁观者清嘛。梅德利的高扫已经扫了很多次了啊。梅德利右手假动作，梅德利的拳头组合还是非常不错啊。艾迪的迎击打得也很好，这也迫使梅德利也不敢压得太紧。总的来说，我发现艾迪也是很稳的啊，稳扎稳打，这样的选手也不容易犯错。梅德利的压迫性很强啊，就是不给你喘息的机会，而且还身高臂长，手又打得很远。现在轮到艾迪进攻了，艾迪这个腿踢上去没什么劲，还不如不踢。我发现艾迪的拳还是比较重啊，应该多打拳法，我感觉，而且可以近身去打。看到没有，梅德利又是高扫踢，艾迪低扫，梅德利反击。艾迪近身重拳出击啊，被梅德利打了反击。梅德利防守也很不错。梅德利低扫，这一下很重，又接了一个高扫。梅德利再次吸腿，我感觉艾迪的这个距离不太好，使得梅德利频频有出腿的机会。哎，这样就对了，近身拼拳嘛，既然拳比对方重，那就不要害怕，跟他拼就完了。好，现在第一局时间还有10秒钟，双方在最后几秒钟打了一波小高潮。好，第一局时间到，比赛马上来到第2回合。今天的比赛双方啊水平还是比较高的，而且这个打法也非常有观赏性。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少了一些地面压制。第2回合一开始啊，双方就进入了对攻模式，打的也是有来有回。艾迪的一个前手直拳把梅德利的牙套打掉了。裁判要求暂停比赛，把梅德利的牙套重新给他戴好。哇哦，漂亮！梅德利一个上步高扫，大家注意看啊，他这个上步非常重要，这一腿可以说是结结实实的打在太阳穴的位置。艾迪全场都在防他的扫踢，但是这一下还是大意了啊，大意失荆州。最终梅德利 KO 艾迪获胜。看格斗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喜欢本场比赛，记得点赞、关注加转发。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